他不知道他怎么了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一时恍惚，认不清自己身在光明之家的休息室里，呢喃地动了一下身子。他躺在一张简易的行军床上，身边有一位光明之家的师姐在照顾他。见陈小娟清醒了，师姐像是松了一口气，她对陈小娟温柔地笑了笑。这时陈小娟也瞥见了坐在休息室一隅的宗师，她赧然地拨着头发，想要坐起身来，却被师姐拦下了。师姐示意她好好躺下休息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想到自己会那样。陈小娟率先表达自己的歉意。你记得自己发生什么事吗？师姐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提防，好像陈小娟是个碰触不得的病患。我发生了什么事？陈小娟看着师姐有些诧异的表情，她担忧起自己的失常是不是吓坏大家了。师姐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宗师，那个留着白色胡子的老人，缓缓地站起身来走向他。老人俯视着他，开口道：我们在做功德冥想时，你突然昏倒了。你曾经有过癫痫发作吗？癫痫？陈小娟有点听懵了。她从来没有癫痫症状，但宗师看着她的表情有些恻人。他局促不安地轻抚着手臂。宗师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适，都去医院看一下，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。师姐见陈小娟有点被问傻了，连忙出声安抚说道：因为做功德冥想是净化心灵，化解前世今生的因果，不太可能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。陈小娟听出师姐是在解释功德冥想的正面作用，可能担心她今天的失常行径会影响大家的观感。她连忙询问：大家都还好吗？其实我只是身体不太舒服，跟功德冥想没有关系的。听到她说的话，师姐像是得到满意的答案，温柔地对她说：大家都没事，只是有点担心你。你真的没事了吗？我好多了。陈小娟说完就想坐起身来准备离开，却被师姐按压住。她有些不解地看向师姐：怎么了吗？这时宗师拉来行军床边的椅子坐下，原本让人觉得严肃的脸又变得慈爱可亲。他带着笑意看着陈小娟：我们要不要聊聊呢？你今天发生的事应该有什么状况需要化解吧？宗师还是有些担心他的样子，似乎想知道他为何会在做功德冥想时突然发狂的大哭大闹。面对宗师的脸，不知为何陈小娟总是会坦白一切，就像是被师长抓到小辫子般。她有些怯懦地开口：我在做功德冥想时，我看到了奇怪的东西。有一个女人在我面前爬上捷运站的月台门，然后被行进的捷运列车撞死了。她的话让师姐惊呼地捂着嘴，但宗师却仍是一脸平静，嘴角含笑地看着她。被注视得有些不好意思的陈小娟，她怯生生地向宗师询问：请问宗师，我为何会看到那样的异象？那是你前世的冤亲债主。宗师依然嘴角含笑地说道：因为功德冥想能显化你的能量，不管是好的能量还是坏的能量，功德冥想都会让能量变得更加强大。这样是不是不好啊？陈小娟一听到冤亲债主4个字，就觉得自己被奇怪的事物缠上了。她急着想要询问化解的方法。好与不好都是要面对的。宗师看了身边的师姐一眼，却端一杯圣水给她。师姐一听到宗师的指令，
立刻把像是早就准备好的水杯递给了陈小娟。圣水是光明之家用来疗愈身心的法器，无味无色，但喝了却能为体内注入一股暖意。陈小娟喝过很多次了，她没有抗拒的整杯喝下。心情有比较平静了吗？宗师慈爱地问着陈小娟。有，谢谢宗师。话虽然这么说，但陈小娟还是在意那纠缠着她的冤亲债主。她有些心急地问宗师说，我该怎么做才能化解那些冤亲债主呢？我最近常常会做噩梦，那些噩梦都让我觉得很不舒服，是不是冤亲债主来找我讨债了？别急，宗师摆了摆手，让陈小娟冷静一点。除了做噩梦，你最近是不是在为婚姻问题烦恼呢？宗师的话让陈小娟的心跳动了半拍，她像是被说中了心事，眼泪忍不住就掉了下来。她的双手像是在求救地抓住宗师的手，哭着说道，宗师，帮帮我，我老公他有外遇了，他想要跟我离婚，我该怎么办？宗师轻轻地挣脱被陈小娟紧抓的手，但他没有移开双手的距离，反而把陈小娟慌乱的手紧紧握住，像是在给陈小娟反馈，给她的身体注入一股安定的力量，让陈小娟不再发出呜咽的哭泣声。祷告，我们用心祷告。宗师说完话，就握着陈小娟的手闭上眼睛。陈小娟也跟着闭上眼睛，开始为自己的婚姻问题做起祷告。祷告了一阵子，宗师松开陈小娟的手，陈小娟像是从梦中醒来般，她看着宗师在她面前微笑，对着他说，我们要做的是用心祷告，因为你心里所期盼的会将你带往生命最美好的方向。如果你担心祷告的力道不够，宗师可以给你一个显化能量的法器，帮助你早日实现心中所想。谢谢宗师。宗师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，女弟子愿一生跟随宗师。陈小娟心想到自己的婚姻有救了，她感激涕零地对宗师双手合十。见陈小娟被说服了，宗师看了一眼身边的师姐，便起身离开休息室。而师姐看着宗师的离去，她转过头对陈小娟说道，祷告用的法器是宗师前去西藏化缘时向当地喇嘛僧侣求来的，要台币10万元。如果你有需要，把钱汇入之前转账的账户，宗师会将加持过的法器转交给你。10万元，这笔钱不是小数目。陈小娟有些犹豫地看着师姐，而师姐只对着她微笑，却是一种容不得她拒绝的凝视。陈小娟只好吞了一口口水，下定决心地说，好，我汇钱后会再跟师姐说。得到想要的答案，师姐温柔地拍拍陈小娟的背，让她无恙后就可以离开了。